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刚炒完菜的锅，切记不要立即用水冲洗，对健康影响很大。早学会，早收益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现在我们做菜的锅有很多种，不同的锅有不同的使用方式，而对于炒菜的锅来说，还是有比较多的人喜欢用铁锅不粘锅。很多人炒完菜以后就会立即用水冲洗炒锅，其实这样是不对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现在不管是3口之家还是5口之家，每顿饭呢少说2-3个菜，多则3-5个菜。而我们一般炒完菜之后呢，想要再炒下一个菜，都会直接用水冲洗涮锅。因为刚炒完菜的锅和铲子上面确实有着很多的食物残渣，所以大家都会把锅清洗得比较干净之后呢，才开始烹饪下一个菜肴。这样呢可以避免菜串味，也可以避免锅内的残留物加热太长的时间出现致癌物。虽然说想法是好的，但是做法却大错特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炒完菜之后呢，我们都知道锅内的温度呢是非常的高的，而即使我们把菜肴都盛出来了，锅内呢还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油脂啊、残渣之类的。而如果我们这时立即用冷水对其进行冲洗的话，有2个坏处。第一，这些油脂热度很高，如果马上接触冷水，有时可能会爆起来，伤到我们，这还都是小事。其二，炒完菜之后，我们习惯立即把热锅放到水龙头下面冲洗，当凉水碰到热锅时，会产生大量的烟雾，此时空气中悬浮颗粒剧增，对人体健康呢是很不利的。我们做一道菜冲一次，一天反复几次，年年反复，特别是我们家庭主妇，看看别人肤白貌美，而我们脸色蜡黄不好看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那么这些菜渣不处理也不行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最好等锅降温之后，再清洗铁锅，或者是用温水、热水把锅面清洗干净。我们也可以随时准备一张干净的抹布，每次炒完一个菜以后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抹布来把锅里面的菜渣呢给清理干净。如果此时锅比较烫手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借助铲子按压抹布呢把锅清理干净。这样的做法一举两得，既把锅洗干净了，我们也不会吸入有害烟雾，是不是很棒呢？现在大家都了解了为什么刚炒完的锅不能立即用冷水冲洗了吧？这里呢有几位网友问到，那么为什么炒菜煎蛋老是粘锅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呢？也是有的，跟大家分享一招。学会之后呢，您家的铁锅也能像不粘锅一样好用。首先，我们等锅完全冷却以后呢，把锅清洗干净。清洗铁锅时尽量不要用洗洁精，用洗涤剂清洗铁锅呢会伤锅，洗涤剂中的化学物质容易和铁发生反应，损害锅身，所以刷锅的时候呢，尽量少用洗洁精。将锅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把锅放回煤气灶上，开火把锅烘干。等锅里面的水分完全干掉以后，接着倒入适量的白醋到铁锅里面，然后呢摇晃铁锅，让白醋均匀地沾到铁锅的表面，把铁锅放在火上面一边烧一边晃动锅子，几分钟后白醋呢就会蒸发干掉。等白醋完全蒸发干掉之后，这时您就会发现铁锅呢要比以前干净很多。这样还不算完，下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，再往铁锅里面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接着就按照上面白醋的方法，把食用油呢均匀地涂抹在铁锅上。这次温度不是很高，我们可以借助抹布把油涂抹得均匀一些。然后开火把多余的食用油烧干。如果本身比较有空余的时间，也可以每次炒完菜之后呢，
把铁锅清洗干净之后，都这样处理一次。就这样反复处理，坚持一段时间，锅底的表面呢就会形成一层油膜，类似一层保护膜。经过这样处理之后的铁锅呢，下次炒菜的时候，不管是煎鱼还是煎豆腐，都不会出现粘锅的现象了。而且对防生锈呢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如果家里的铁锅总是粘锅还生锈的话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用白醋和食用油烧一烧，让铁锅不生锈不粘锅，还有定期对铁锅进行保养的作用，这才是延长铁锅使用寿命秘诀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今天分享的这2个小技巧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如果您看完今天的视频内容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